姜还是老的辣，没在怕，心里却没长大。热血沸腾，充满无限的力量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嘿 ，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，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，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。还有膝盖可卡得上，走路要用晃晃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昨天还是10岁的时光，怎么醒来后自己变了样？还有膝盖可卡得上，走路要用晃晃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还是老的辣，没在怕，心里却没长大。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。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，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你一次又一次的出轨，走了小三又来个小四小五，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委屈，我流了多少眼泪。最该死的是因为你滥交而染上了性病。Hello， 彤彤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彤彤，你回来了。Hello， 彤彤。我回来了。婚姻不是应该一夫一妻的吗？啊 ？Hello。Be careful！ 不小心打破南希拉的茶杯怎么办？ 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的。你为什么拿 Mary 的茶杯啊？你要喝茶吗？要。你不是喝汽水的吗？是啊，你不是说茶跟咖啡都是老人喝的吗？我要知道南希拉的 feeling。怎样？你 feel 到了什么？我 feel 到了，这个茶比 Golden Monster 给我们喝的还要苦哎，都不知道为什么南希拉喜欢喝。可能老人家喝茶喝无糖咖啡比喝汽水还健康，所以就算 Mary 很想喝汽水，她也不能喝。可是 Golden Monster 哦，每次都要逼我们喝。那可能 Golden Monster 也是老人，他觉得喝茶比较健康，所以要我们从小培养喝茶的习惯。难怪老人每次说健康，原来是 no choice。我知道，老人家做工也是 no choice。我才做了2天，我就全身痛，很辛苦啊。我们来了，姐 ，Alex 哥哥，满心姐姐。哎，姐姐，为什么你不帮 Alex 狗狗拿一点？不是我不帮，是他自己说不用的。我哥很 man 哦，什么都自己拿。当然啦，这些东西那么的重，当然是我拿啦。你们没有听过，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汗吗？我们买了食材，你们今天有口福啦。喂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帮你？啊，我没事了，我 OK。好，来吧，你就帮我处理那些菜。哦。喂，你都还没有放蒜头。哦。你好像很会炒菜啊。我不是乐乐，我没有特权，从小就要帮妈咪做家务、煮饭。你以前帮你的妈咪，现在我帮你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。吃苹果。啊 ，Thank you。
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他们这样咬苹果？很快啦，我对你们有信心。你们的任务有什么进展吗？我都不用从哪里开始，我这几天啊待在家里，我跟你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昔他的 live 哦真的很 boring 的嘞。如果他的 live 没有我，他肯定更 boring。应该没有你，他更开心。彤彤，你呢？有没有进展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进展，我只是觉得大人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说真话，什么时候说假话，就好像我阿妈这样。你阿嬷做了什么？我发现我阿嬷很讨厌我阿公，所以我就想办法带他去发泄出来。结果我发现，原来我阿公以前有小三、小四，还有小五。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你阿公读 primary school 啦。他们是彤彤阿公的情妇什么？ ，girlfriends。哇，有 grandfather so busy 啊！那么多个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所以我才不知道我阿嬷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应该没有必要撒谎吧？那如果我阿嬷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她明明是很不开心，却要装着自己很幸福的样子？明明是她老公做错事，她还要装着她老公很疼爱自己。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原因吧？全部的冷气机都清洗干净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慢走啊！我煮了面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特地煮面给我吃啊？你想太多啦，我只是煮的太多，不想浪费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又不是你老公。安迪央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？他跟我说的东西可多了，快说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？说一些有的没的喽，还有活动中心里面的一些课程哦。怎么了？我跟他聊些什么也要向你报告？就这些啊，没有其他的八卦。他哪有什么八卦？最多八卦的人是你，说给他听呢。他这个人啊，嘴巴这么多，我还以为你听到些什么闲话。你不是很嫌弃这里吗？今天主动说要来，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你确定米香今天会来吗？会啊，说好的，到了吧？那他人呢？喏，哎，青霞，你终于来了他一来就急着找你，要你帮他介绍一些活动。啊！没有问题，我带你去看一些热门的课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想去厕所，米香可以带我去吗？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嗨， Miss D， 厕所在那边。干什么？你没有跟别人说吧？说什么？那天我说的那些事。哦，你妈啊！我是说，你是说你骂你老公的那些事？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让跟人家说，很丢人的。明明是你老公做错事，是他有小三小四，还有那种病，是他丢脸，你为什么要觉得丢脸？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，我不想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我更不想人家笑我的儿子有这样的爸爸。你把那么多委屈藏在心里，你不觉得难受吗？说出来让人家关心，更难受。被人关心不是好事吗？其实人家所谓的关心，是八卦，只是让人家笑话我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想？也许真的有人想要关心你呢，就好像我现在一样。如果你是我，你就不会这么想。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说出去，要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。
好的，今天我们第一天上课，大家不需要太过的拘谨和紧张。其实学习直播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可以打开。有兴趣，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没兴趣，无聊的人才学这些。你每天都很无聊啊。嘿，你也感兴趣啊？要不要一起进去学啊？不啦，我没有时间，等以后有时间再学。走吧。不要以为我跟你很熟，说我无聊，就算我很无聊，也跟你无关。走过一夜天使的可怜，你的笑颜看不见。谁在今天突然才发现，许多的眷恋被留在昨天，等再见。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一天，幸福并肩，等待上演。怎么不唱了？我唱得不好。你知道吗？虽然我是歌唱老师，也会有唱不好的时候。怎么可能？你开玩笑。因为大合唱帮忙掩盖对方的缺点，这就是合唱的好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和大家一起唱？其实不是唱得好的才可以有资格唱歌。如果唱歌能够让你开心，那就唱啊，何必管其他人？啊！哦，没事啦，以前人头发都是黑的，可是现在全部都变白了。Chris， 这应该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，也是最后一封信。因为我很快就要和你说再见了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太太从月子中心把你抱回来，那时你才1个月大，特别爱哭，不过一看到我就笑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我跟你一定特别有缘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就互相陪伴，你的人生每一个第一次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你第一次走路是你10个月大的时候，妈妈。你第一次叫妈妈就是对着我叫的。虽然我不是你的妈妈，但是我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那一声妈妈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第一次上幼稚园哭得稀里哗啦，只有我劝你，你才会听。第一次上小学，你却比别的小朋友都勇敢，自己一个人跑进学校里。当时我真的觉得好骄傲。这一切或许你都没有印象，不过却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。一转眼就这样过了12年，以后我不能在你的身边照顾你了，你要懂得照顾自己。你睡觉总爱踢被子，冷气别开得太冷，生病时要按时吃药，出门
记得带水、带伞。今年就要小6会考啦，你一定要乖乖的听 Alex 哥哥的话，游戏少玩一点。Nazila 就是 Nazila， 连写信都这么 naggy。最后，我想谢谢你，让我一直照顾你到现在。虽然你有时候会对我发脾气，可是我从来不怪你。我知道，我始终没有办法代替你的爸妈，但是我希望我给你的爱，能够让你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长大。我走后，你要多笑，不要整天皱着眉头，知道吗？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要记得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的长大。以为只有你会写信吗？我也会写 ，OK？ Nazila Mary Nazila， 这应该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，也是最后一封信。I don't understand， 为什么你写了信又不 pass 给我？你真的很奇怪，怎么写啊？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？这么累的事情，就你会做？9、10、11，我都不喜欢吃汤圆，你还给我11颗 ？What you thinking？ 你今年11岁啊，是要吃11颗的。啊？那你70多岁就是要吃70多颗，不是要吃到吐？根据年龄呢，吃汤圆呢是传统，1岁1平安，吃1颗呢换1年的平安。12岁之前呢，一定要跟着传统走的，才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12岁之后呢，你就自己决定要吃几颗啦。OMG， 这种 traditional 的东西，只有你才会信。1年只有1次。你乖啦，听话啦呀！12岁之后才自己决定怎么吃咯。Nazila， 我知道有时候我对你不好，但是你也不可以偷偷不见掉啊！你走了。谁来照顾我？谁煮汤圆给我吃？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以后就不欺负你了。I promise。他们说我刚开始唱的时候，有点紧张，不过越唱越好。而且我没有忘歌词嘞，有一个安哥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唱到一半的时候就忘了歌词哦，你猜他怎样？他就自己改歌词咯，改来改去，结果越改越乱，被人家笑。你没忘记歌词，证明你比安哥年轻，记忆力很好。还好啦。哎，青霞应该回来了吧？应该回来了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买一套卡拉 OK 音响放在家里？我想叫 Miss Lee 帮我找找看。Miss Lee？ Miss Lee， 我去听电话啊。Miss Lee 什么事 ？Hello。谁说你可以进来的？我敲了门啊，你没有说我不可以进来，就是答应我可以进来了。在看什么？哎呦，这些照片都破破烂烂了，你还看着它干什么？是不是很后悔把它撕掉？
笑死人！我巴不得啊，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掉。那你为什么又把它捡回来？是不是舍不得？我只是在想，哪天我突然走了 ，Darren 回来收拾遗物的时候，连一张爸妈合照都找不到，会不会怪我？那个男人再怎么说也是 Darren 的爸爸，我总不能让孩子觉得我把一切都抹掉吧？我才不相信 Darren 没有和你们的合照，是不是你自己想要收一张？有没有人说你很讨人厌？大家都说我聪明伶俐、善良可爱。其实我可以帮你弄一张你和你老公的合照。真的？哎，你阿嬷啊，把这些照片都撕掉了，那明她不想看到这些照片吗？你现在把她给粘回去，她看到了，会这个生气吗？才不会呢！我知道阿嬷现在很后悔撕掉全部跟我阿公的合照，我帮她修好，她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不得多，用 AI 做吗？钱不多了。对哦，可以用 AI 做哈。哎呦，怎么啦？哎呀，电脑好像坏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我的照片都还没有 save 起来。电脑坏了，拿去修咯，这么烦。哎，吃饭呢？顺便把电脑拿去修。哎呀，小飞，你今天怎么突然找我们吃饭啊？因为我爸爸今天要做工，没空陪我，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，就想到你们咯。哦，那你让我拿电脑去维修，我们才一起吃饭 ，OK？OK。这边转右，慢慢啦，慢慢。嗨，你好，我想要维修我的电脑。可以来。那，请问需要多少时间？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的 laptop 需要 reformat 才行哎，大概2个小时吧。哦，那好，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拿。OK。谢谢你啊。我妈的东西呢？什么啊？你放在哪里啊？全部丢掉了啦！丢掉？你为什么要把妈的东西丢掉？我要把房间租出去，赚一点钱。租出去也不需要丢东西啊！人都走了，还留这些做什么？能让他回来吗？只会越看越难受。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冷漠，没有想到你这么冷血。你当可怜可怜我，我快要没钱吃饭了。根本都不值得可怜。要是当初你肯好好的经营旅馆，妈会跟着你吃苦吗？她明明可以过更好的生活。你不只对旅店不负责任，对妈更是。她病得那么重，你每天只会喝酒逃避，你有照顾她一天吗？
妈会这么早死，都是你害死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这种人不配当你爸爸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给我滚，别住在我屋子里。滚得更好，这样我就可以租出去多一个房间，也不要看你的脸色。你电脑已经准备好了，没问题了。啊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嗯。哎，我的 hard disk， 哎，我阿公和阿嬷的照片为什么不见了？你不是放在里面吗？对啊，我明明放在里面，可是现在全部不见了。你看。啊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？你不要看我，我没有动过你的电脑包。那你没有看过谁动过这个包？不知道啊。你有理由啊。老爸，你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？今天跟阿迪丹他们去商场，好不好玩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去商场啊？朋友，你手上戴着的是 Smart Watch 啊，你去哪里大便我都懂了。万一真的是去大便，你能臭了，你去冲凉了你。你也没有很香啊。哎，你真是没礼貌啊你。Hello。哎 ，Hello。请问你啊，这边有没有什么电脑是给那些盲人用？盲人用电脑跟普通人一样，只是需要配置一些配件，还有安装专用软件就可以了。你这样讲我听不懂嘞，可不可以安排一个吃饭？你等一下，我去弄一下啊。上一次你们害小飞错过了移植的机会，现在我只是多要5万块，过分吗？这5万块也不够弥补你们的错。你们休想完成任务变回小孩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 HP8一格一格的扣光，寿命一天一天的缩短。所以你真的打算住在这里？我还不知道你们家有旅馆呢。这家旅馆是我外公留给我妈的。我爸妈结婚之后，我爸就接手打理这间旅馆。起初生意是不错的，后来他没有新做，生意就越来越差。我妈走了之后，他索性把旅馆关掉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一切都丢掉。就一直空着，好可惜哦。妈之前常跟我说，爸答应过她，说要开吉普车带我们去环游世界。可是后来他越来越忙，忙到这个约定都忘记了。也许你爸想把旅馆越做越好。妈不是不明白，
他知道爸很辛苦，想给我们更好的生活。但是妈真的没有想要过什么富裕的生活，她只是希望爸能多陪陪她，多陪陪我。后来妈生病了，她常常问爸什么时候去旅行，爸总是一句话：再等等。后来旅馆的生意越来越差，爸每天喝得烂醉，还染上了酒瘾，对妈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。妈每天都很怕，她怕她等不到那一天，结果她真的没有等到。记得这时刻分享的快乐，和曾经做出的各种选择，都是过客，都是暂时的，没办法定格。你说没有得到的有太多如果，在你面前的却也在错过我，谁不是过客？哦，你叫庆霞对吗？我们在中心见过你。其实啊，男人没有了就算了。对喽，都这么久了，是他对不起你吗？又不是你对不起他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太傻了。说真的，要是我放在网上，让大家都骂他负心汉。我们还听人说啊，你老公不止在外面有人，还经常不回家，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哭，在别人面前还假装没事的样子，想想还替你可怜呢。是谁说的？哦，那个人还说，那只狐狸精想大大方方住进你家，还好被邻居发现，帮你把他赶走了。越说越过分了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回事。哎呀，你不要生气啦哦，我们都知道的，这种事情哦，谁都不想让人家知道，更何况这么久了，突然间被爆出来哦。是很尴尬的啦。Shut up！ 是不是按这样讲的？啊。看什么看？有话直说，不要一副想哭不哭的样子。你老公在外面不止一次，你可以一忍再忍，你还真傻。我傻不傻？轮不到你来评论。你不傻，我傻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你受那么多苦，以后我会尽量对你好一点。谢谢你，我不稀罕。我过得好不好，用不着你来管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了。我只是很佩服你可以忍这么多年了。Darren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啊？你连Darren都隐瞒了？哇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默默承受这么多委屈，难为你了。很想哭啊？哭出来，会舒服一点。其实啊，男人没有了就算了，一定是你不够好，要不然啊，老公怎么在外面找了一个又一个？对喽，自己也不检讨一下，还要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，很恶心啊！你这个人呢，最爱面子，偏偏现在全世界都在笑你，老公跑了，儿子不理你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嘴巴不好，心不好，活该你老公背叛你，活该你让全世界把你当笑柄啊！
你到处传青霞的老公出轨啊？没有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？活动中心的人说的咯。没有，我没有跟活动中心的人说过什么。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，现在传出去了，你还要装无辜？真的不是我说的，请你相信我，不是我。我不相信你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！哎，别，你走开！我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！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打我无所谓，要是你打伤他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会打人？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变成这样。走开！以前每次看打人的新闻，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动不动就打人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有时候那些人不是故意要动手，而是一时的冲动，就好像刚才青霞那个样子，他也不是要故意动手打人，而是一时的冲动，心里闷得太久，太难过了，才会突然间爆发出来。怎么办啊？话真的不是我传出去的，我要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肯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去劝劝他。你真的相信话不是我传出去的哦？当然，肯定不是你干的。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？我也说不上来。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可是我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多年了。有一种亲切感所以刚才我第一时间就想到要保护你。Sorry 啊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害你被打了一巴掌。没事啦，我这么 man 啊！会不会还是很痛啊？彤彤，Chris 和 Tomorrow 呢？哦，他们应该在房间里打游戏。我买了食物，过来吃啊。谢谢 Alex 哥哥，我等一下再吃，我急着要做东西。你在忙什么？我想帮我阿嬷弄一张她跟我阿公的合照，她现在很生我的气，我想赶快弄出来。可是我又把我阿公的照片弄丢了，我只能靠印象。不过我怎么做都做不出来。我试试看。你阿公的特征是什么？我阿公的鼻子很挺，眼睛有双眼皮，而且长得蛮英俊。这样像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呢？Alex 哥哥，我看算了，就让我阿嬷生气我吧。不要这么快放弃，我们吃饱后再试试看。我阿公的照片。Alex 哥哥，你做的太好了，好像跟原来的照片做的一模一样。我阿嬷看了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如果你给我多1-2天，我还可以给你多一个惊喜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 ，Alex 哥哥，你太棒了。没问题。哇，你们这么吵，什么事情这么嗨啊？Alex 哥哥把我阿嬷和阿公的照片完美的弄出来了，他真的很厉害呀。Of course 啦，我的 Alex 哥哥比 AI 好用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是 AI 有求必应啊 ？Of course， 我忽然觉得满心姐姐好幸福哦。
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等满心姐姐做了 Alex 哥哥的女朋友 ，Alex 哥哥肯定有求必应的。你不会觉得到时满心姐姐会很幸福吗？可是 Alex 哥哥，我希望以后我长大，我找的男朋友要像你一样那么帅，那么厉害。等你长大之后再说吧。怎么样？你在等什么？还不要跟彤彤表白咩？我已经送乌龟给彤彤了嘛。哎呦，送乌龟有什么用？他 get 不到你的意思的，你要表现给他看啊，懂吗？让他 feel 你的 love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做了。那不得都啦，你看他把我当爱的，你学我哥喽。啊 ？get 到吗？啊 ？get 到吗 ？get 不到 get 到。哎，怎么样？各位大姐们吃饭了没有啊？安迪呀，还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啊？你坏了你！跟你说，我有点事，我们待会儿再聊。那青霞她的心情今天是不是好很多啦？好很多啦，而且胃口也很好啊，把我今天早上买给他的早餐全部都吃完了。那就好了。哎，你的朋友绩效了没有啊？原来是你们跟他说的哦。哦，哎，她的老公怎么会在外面搞三搞四的啊？说啦，说一不会少一块肉，哎，少一块肉你还可以减肥嘞。是不会少一块肉，但是会少一根舌头。我听人家说，长舌妇下了地狱会被割舌头。趁你们的舌头还在，多说一点好话，不要说人家是非。对，我们只是关心他一下而已嘛，又不是搬弄是非。如果要割舌头啊，也轮不到我们呢。不是我啊！你们不要乱讲啊！这件事根本不是我传出去的。敢说敢做就敢认啊，还假扮无辜，很假嘞！真的不是我说的，你们不可以随便乱讲话的。你们没有证据就说是我，还到处乱传，这样是不负责任的。真的是太恐怖了。你现在知道谣言的厉害哦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他们都不听，而且还加油添醋，越说越夸张。会不会说到最后是我抢走了青霞的老公，把我变成小三啊？有可能啊，他们的嘴巴什么都说得出。难怪青霞瞒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愿意说出来。原来真的会被他们越传越可怕的。所以他才会这么在意，以为是你害了他。我要怎么跟他说？真的不是我说的，我真的很想安慰他。不如你买他喜欢吃的食物送给他喽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他很喜欢吃很阿达斯的食物，不过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。原来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么少。你不知道是应该的，我跟他相处那么久。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了解他，实在说不过去。到底如果我是你，是怎样的感觉？你是怎样？什么事啊，Uncle Tomorrow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应该有怎样的 feeling 啊？Uncle Tomorrow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我是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应该是开心、伤心还是别的 feeling？ 你赶快告诉我。我现在很忙，我们等一下午餐时间再聊 ，OK？ 哦。小心！你说记得这时刻分享的快乐，和曾经做出的各种选择，都是过客，都是暂时的，没办法。